大家好，我是 Tony，我现在在桃园新屋的永安渔港，今天要来造访新屋滨海植物园。这一座植物园的前身是永安雪森林游憩区，在荒废20几年之后，现在重新整治为新屋滨海植物园。去年6月才全新整修完毕，对外开放。今天就来造访这一座植物园。永安渔港旁边这条溪流是社子溪，这座桥是笨沙桥，对岸就是新屋滨海植物园。我现在走的这座桥是笨沙桥，以前不晓得这座桥为什么叫做笨沙桥，最近造访笨港里才知道，笨沙也是笨港地名起源之一，就是以前有很多鲨鱼游到这边来，然后被村民抓到，他们觉得这些鲨鱼很笨，就叫他们笨鲨。据说后来也成为笨港地名的起源之一。社子溪出海口，过了笨沙桥，这边就往新屋滨海植物园。入口就在前面，新屋滨海植物园还没开放。刚查了一下，要上午8点钟才开放，现在7点20分。这是我现在的位置。那不浪费时间，我就走一下自行车道。那走到南路口广场，这样子的话，差不多也快开放了，就从这边进入，再走回到北路口。那我车子是停在笨沙桥过去的永安渔港。那现在就走一段永安滨海自行车道，看看海。现在是接近满潮。这是新滨1号桥，我在这里取左行，前面就是新屋滨海植物园的南入口。新屋滨海植物园，这里是南入口。我上个星期在笨港徒步旅行的时候有经过这里，有进去逛了一小段，还有20分钟才开园，休息一下。既然闲没事，那就来笨港开讲好了。关于笨港地名的起源，有几种说法。第一种就是它来自于原住民语的翻译，本港、笨港。那什么意思，可能也不晓得。那另外一个就是早期这边的港口有一些谷仓，谷仓又称为沟顶笨、古亭笨，所以就被称为笨港。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刚刚提到的笨沙的说法。那还有一种说法是，我查一下。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这里的地形像本基、笨基，所以被称为笨港、本港。至于哪一种说法才是真正地名的起源，已经无可考了，所以我也不做判断。我现在进入新屋滨海植物园，7点50分提早开园。园区的座椅都是利用天然的木头，原汁原味。我就随意逛逛。
园区的植物都有导览解说牌。这里是森林教室。欢迎大家来笨港造访新湖滨海植物园。这里是森林教室。这边有小环状，前面是一座废弃的碉堡。废弃的碉堡。继续走往永安渔港的方向，前面有一只大笨鸟。左侧的树林外面就是永安滨海自行车道。这里听得到浪涛声。这里的前身是永安雪森林游憩区，我以前听说过，不过20几年前就歇业了。那我大概是20年前才开始在新屋旅行，所以没来过这地方。这蛮特别的一条休憩路线，另外一边可以踏浪玩沙。在这一边又可以享受森林浴。差不多走了20分钟，我抵达园区的北入口了。我现在要走回永安渔港。接下来就去逛逛永安渔港。永安渔港比较特殊的地方是，它是台湾唯一的客家渔港。当然，这边的永安渔港的观光美食也非常有名。对面的建筑是永安海螺体验文化园区、永安观海桥。永安海螺文化馆，在海的叮咛声中诞生。永安海螺文化馆，这里有徐徐的海风吹来，这是自由的风，这是自在的风。永安海螺文化馆，上午9点钟开馆，还有25分钟。哦，老人家习惯早起。那我就来逛逛望海步道。开门了，进来参观一下。渔村客家故事馆。柯老师是桃园沿海地区客家人对早教的称呼。
捞蛮苗。贝壳伯公，我上个星期才刚造访过，在笨港里。这是去年重建的贝壳伯公。千古是一种利用人力拖网的地域网捕鱼作业模式。海螺咖啡还没开始营业。我今天的新屋滨海植物园永安渔港之旅就在永安海螺文化馆这里结束，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新屋滨海植物园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欢迎您点选网址，打开地图作为旅行的参考。